鼠标垫也要花时间选。我20块的达芬奇快捷键鼠标垫不是照样在 Apex 里面乱杀？直到有一次我看到健将的鼠标垫500多一张，这垫子镶钻了是吧？什么神人能买？买！我就是要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太贵了。你别说啊，到手之后真的是我用过最舒服的鼠标垫，拿到包装的时候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么大一张的鼠标垫居然是平铺包装的，软软的触感就像被子一样，表面细腻顺滑，质感超级好，确实是一张非常顶级的垫子，就算不是极致的竞技玩家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然而现在国产竟然100多就能买到90%性能相似的垫子了，如果加点到200多呢，甚至还能买到比健将更好质感呢。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就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买到一款质感高级的垫子，如何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鼠标垫。竞技玩家最极限的鼠标垫到底在追求什么？如果你直接去搜鼠标垫，大概率出来的都是这种传统鼠标垫，这里各种各样图案的，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也有很多可爱的，甚至还有一些带软包的。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下现在主流的高性能鼠标垫。如果你是瓦和Go的玩家，我强烈建议你换一张高性能垫子，区别真的很大。如果你平时只是玩一些非枪战游戏或者是办公需求，一张性价比高的高性能垫子也能非常的舒服。对比传统鼠标垫，质感做工更好，寿命也更加长。视频的后半段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鼠标垫的表面性能、底胶性能，怎么样才能选到你最合适的垫子等等等等。不过在这之前，我给你们看一些很奇特的鼠标垫，就比如说这里有一张大韩的寒冰这个鼠标垫，给你们看一下，它非常非常的特别。你乍一看它这个表面平平无奇，但是呢，我拿个手机，它这上面呢其实是一颗颗小小的陶瓷珠珠，摸上去就冰冰凉凉的，正好适合夏天来用。但这个呢还不是最凉的，给你们找个更凉快的，这一块金属鼠标垫，敲起来当当当的。我是没有想到啊，这都能拿来做鼠标垫的。还有一张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构，这鼠标垫你这样子看它的话呢，它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鼠标垫，但是其实它这一个是可以撕开来的。一开始我以为这个是可以替换的，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它宣传卖点是这张皮呢，它可以单独拿下来使用，就感觉奇奇怪怪的，意义不明了。这里还有一张初音联名的鼠标垫，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Wallhack 的鼠标垫，玻璃垫来的。在玩 Apex 的时候就已经听闻过它的大名了。看，哇哦，太帅了！可以说它呢就是玻璃鼠标垫的鼻祖了。这张联名的垫子就要卖到1000块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玻璃鼠标垫的背面这个背胶哈，它是一个全覆盖的硅胶。然后我那天还查了一下，它的1.0版本在闲鱼上已经被炒到2000块钱了，就离谱。真的有小伙伴会花2000块钱买初音联名的这个垫子吗？我都不知道是买来用还是买来收藏的呢。还有这个鼠标垫，这个也太小了，而且它这上面还有个条条，就感觉甩枪的时候会卡到我鼠标。但是你只要给它通上电，就来到了它的回合。再给大家看个离谱的，大家猜一下这个打了木架箱子送过来的到底是什么呢？它居然也是一个鼠标垫，光运费就花了我几百块钱。木架已经拆开了，哇，这个也太重了，这么大一块，感觉都快有1米了吧。中间是一整块铝合金板啊，好长一块垫子。可以看到这两边是有2个线圈的，左上角这里还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无线充电的鼠标垫。其实它还配了一个这个布面，诺喵它这个键盘底下也是有一个线圈的，在这，然后我们把它放上去，哎，你看现在这个键盘就已经在充电了。他们家还有一个狗屁王的改装配件，装上去之后就可以实现狗屁王的无线充电了。然后像我们的手机也可以放上去充电。噔噔，据诺喵说啊，这就可以实现桌面上全无线。你会为了一个无线买一张2700块钱的鼠标垫吗？那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下挑选鼠标垫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哪些参数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视频的最后呢，还有冰袖、脚贴这一类辅助配件的介绍。现在的鼠标垫有各种各样的材质，什么玻璃啦、金属啦，还有树脂啦。不过这里最普适、最竞技的还得是布垫，大概有80%玩家都还是在用布垫，大部分 FPS 职业选手用的也还是布垫。就算不打 FPS， 一款好的布垫也能觉得质感无敌。第一次购买高性能鼠标垫，直接在布垫里面挑就可以了。而布垫我们需要了解的主要就是编织方式、滑度、软度，还有防滑。布垫手感的差异主要就在它的线材，还有它的编织方式。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细面垫，它这每一个就像一个辫子一样，所以说这张垫子横竖的这个阻力它是不一样的，明显就是这一边的阻力会更大一些。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它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一张就是一张乱纹垫，仔细看上去它这里有点像是那种磨砂的质地。放大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横的和竖的这个数量是基本上差不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鼠标垫上面横着移动和竖的移动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如果你没有显微镜的话，也可以用手机来看。竞技玩家会发现细面编织是有方向的，所以它的横向和纵向的阻力就会有差异。在 CS 这种架头线的游戏里面，能够更方便的让你去精准定位敌人的头，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玩家来说，那10%的差距真的区分不出来，反而是细面手感会更加细腻，看上去和摸上去质感也会更好，优先选细面的就行。那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另一张乱纹的，这种纹理大部分 X 轴和 Y 轴阻力都是一致的，你用脏了的话呢，就可以转90度接着用，一张垫子用4次，好吧？哦，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垫子脏了，最多只能用清水纸巾擦一下，是不能用牙刷洗或者是丢进洗衣机里面的，好吧？包坏的。那怎么知道我需要什么滑度的垫子呢？大家需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灵敏度，有没有人打起来是完全不需要动手臂的，只需要动手腕就 OK 了的。这种呢就是高敏玩家，中敏玩家就是手臂和手腕相结合，低敏玩家那更是恐怖了，大范围的移动手臂、手腕基本上不用动的，因为没什么用，基本回个头都需要复位才能转过来。各位是什么灵敏度呢？不过插个题外话啊，假如你是一个全能玩家，像什么 Apex 啊、CS、OW， 哇，三角洲什么游戏都玩的话，这里有一个我推荐的非常好用的网站——灵敏度计算器，建议可以把同类型的游戏，比如说 CS 和瓦，调整成同一个灵敏度。那这怎么用呢？我就以 OW 的为基准，我游戏内的这个灵敏度是7.5，PI 呢是1600的。找到你要玩的这个游戏，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底下看到你需要调的。像我的话呢，我游戏内就调到0.707就 OK 了，视角这些不用动。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在不同的游戏里面拉同样距离的枪，你移这个鼠标的位置就是一样的。滑度可以说是垫子最重要的一个特性。鼠标垫描述那里都会写自己是中性偏滑、色垫和中性垫。其实目前公认来说，就是按照赛睿 QCK 作为中性垫的基准，前后再去区分偏滑、偏色2个等级。这里我拿一个10度的斜坡给大家看一下区别。先拿一张我之前一直用的健将0给大家试一下，中性偏滑的垫子其实适合大部分的玩家。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最喜欢的这一张色垫帕尔修斯，这张就非常的控制了。不过不建议低敏玩家用哈，低敏配色垫是真的会用到手酸的。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健将0垫，这是一张非常典型的滑垫了。包装上面写的是追求世界布垫最高峰的高速，呲溜。如果你是第一次选鼠标垫，建议高敏用中性偏色的控制垫，低敏的话可以试一下中性偏滑的速度垫，中敏基本上偏色偏滑都可以。如果你是更新垫子，或者是换一张更滑或者是更色的，但是因为每一家厂商标注都有各自的标准，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大佬 UP 整理的统一标准的表格。如果你现在去挑选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同一张垫子，它怎么有一些写的是 mid， 有些写的是 soft， 还有一个 x soft， 这个指的就是垫子的硬度。同型号的垫子也有不同的软硬程度，但其实这个软度不是表面影响的，更多的呢是它底下的这个底胶。不同软硬的底胶被分为硬软、超软几种软度。我第一次买的就是 x soft 的垫子，它像一个被子一样软软的，非常的舒服，质感极好。推荐第一次买性能垫的玩家可以试试看。硬度偏软的话，在移动鼠标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下限，增加摩擦力，加强控制性。如果你是非常竞技的玩家，可以考虑偏硬的垫子，在每一次移动的时候会有更强的一致性，也能稳定你的肌肉记忆。
最后一个防滑，这个真的超级重要。可以说现在90%的电子都是没有做好底胶防滑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当你稍微用力去甩鼠标，你的鼠标垫会动吗？像是 QCK 哈，你放在桌子上面轻轻一推，它就推走了。而好的底胶它是完全不动的。比如说这张想换一个地方放的话，你还得把它从桌子上面撕下来。甚至我们有小伙伴是把鼠标垫垫在另外一张垫子上面用的，所以它需要一个粘到极致的垫子。于是我找到了一个底胶超级粘的鼠标垫，它粘到什么程度呢？请看 VCR，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粘的一张鼠标垫。据说它的前身是可以拉得动汽车的存在。那今天我就来试试看，它到底能不能把这一台马自达 MX-5给拉动。哇哦，真的可以动！哇，可以给它拉。哎，我感觉还挺轻松的耶。哇，那岂不是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鼠标垫实现流浪地球计划？可以拉动地球啊！你也可以在买之前问一下是不是井上 Polon 底胶，这个性能会比较优秀。全部都选完之后，最后一步就是大小了。大部分的宿舍和普通桌子都是60厘米的，如果你是高明玩家，最小的36×30厘米尺寸也是够用的。中明玩家我都建议直接买49×42中等尺寸的。如果你是低明纯手臂流选手，推荐你买50以上的尺寸。60厘米的桌子大概率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70到80厘米桌身的桌子。市面上还会有一些桌垫类型的，有没有朋友是一定要把键盘放在垫子上面的 ？X-Ray Pad 和 LG 就有这种超大的鼠标垫，有一些配色也很好看，我自己也用过很长时间。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些材质非常神奇的垫子。这些垫子因为材质特殊，滑度都非常的夸张，可以说第一次用的非常难适应。就比如说树脂垫，它的表面其实是一层合成树脂，这个垫子的滑度就非常的离谱了。刚刚我们试过固垫最高峰的高速，但真的跟树脂垫比起来的话，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普通鼠标上去直接变冰壶了，我是真的用不了一点。假如更极限一点，你把你的鼠标脚贴换成玻璃的，超滑加超滑，直接变成无限旋转陀螺。但树脂垫用久了之后就会有磨损。如果想要一张无限寿命的鼠标垫，可以看一下隔壁玻璃垫，不怕磨，不怕水，不怕脏，一垫传3代，人走电还在。玻璃垫的滑度非常高，但是依然只有小部分玩家在使用，主要在很多跟枪游戏中，比如说 OW、Apex， 甚至是 COD 这些游戏，敌人移速高，而且 TTK 更长，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击杀，还经常上下飞来飞去的。有时候遇到身法哥再给你一个 TS。如果垫子摩擦力太大的话，还真不好跟枪。玻璃垫的寿命虽然说是无限的，但它其实是摄取了脚贴的寿命。使用过玻璃垫的小伙伴一定会发现，鼠标的脚贴会有非常多的划痕，用久一点甚至还会被磨坏。而使用布垫的小伙伴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脚贴是否有卡灰卡毛，这些现象都在提醒你该换脚贴了。这里呢，再来给大家看一些离谱的脚贴，像这普通的脚贴价格都在30左右就能买到。像我们买鼠标的时候，它盒子里面有时候也会配一个这样子的脚贴给你替换的。但你看，像这个玻璃脚贴，它这个材质是玻璃的，它居然快要60块钱。那这个稍微好看一些，噔噔，它是一个赛博朋克的，特别的好看。像这个它卖60多块钱，我还是能接受的。但是这个的话，它是8颗，然后也要卖我50多块钱，这个就有点难以接受了。但是呢，这都还不是最离谱的，这一个宝石脚贴仅需75块钱1颗，你没听错啊，它是1颗是75块钱哈。它这个呢就不是一套一套的卖了，就这个一小颗，小小的1颗，它就要卖75块钱。像这种小圆点脚贴，你要用的话，至少也得是4颗才能用。所以说这一套脚贴就花了我300块钱，好家伙，镶钻鼠标是吧？其实还有一些小玩意儿能够辅助我们瞄准，就是冰袖。之前我看比赛的时候，看到中国选手选了一个长短袖，这是什么 DIY 衣服吗？后来我发现冰袖真的还不错。冰袖的最大作用其实就是为了让你的手臂不受桌面鼠标垫的影响。我的第一条冰袖是在日本买的一条派氏，后来我发现很好用之后，就买回来了一堆做研究。电竞冰袖最主要关注的就是佩戴舒适性，袖口紧不紧，佩戴起来有没有异物感。我比较推荐买这种有无缝线设计的冰袖，这种设计能让你的冰袖佩戴起来不会很硌手，移动的时候就会很舒服。还有这个袖口设计
系。我发现现在这些电竞冰袖真的对手细的人很不友好，它有很多尺寸是从 M 码开始算的，要么呢就只有均码。即使我是买的 M 号，它冰袖的袖口也是完全不能收紧的，移动的时候这个冰袖就会随着鼠标垫移动，完全用不了。如果你的手特别的细或者是特别粗的话，非常不推荐你买只有均码的冰袖。用了这么多，现在个人最喜欢的就是 Hydra M 这一款，剩下这一些也给小伙伴们去试了一圈，态势也是非常舒服和普适的。总的来说，鼠标垫挑选最万金油的选择就是一张细面的中性偏滑的 SOG 软垫。这一类垫子在100元价位，垃圾桶外设的燕 ATK 的空作为入门垫子完全够用。底胶可能会有所欠缺，但是表面和做工都有保障。200元价位可以考虑准枪的 ZT2、Diglow 的吉川海盗的这几张垫子，它们都采用市面上顶尖的底胶，防滑能力优秀，也很软，做工质感都接近国外高端竞技垫，用完根本不会想换的好吧？如果再往上加预算，帕尔修斯和以太健将的0这些垫子就代表着市面上最高的水准，做工、底胶、质感都无可挑剔，一步到位。一般一张垫子的寿命可能也就几个月，最多1年也肯定要换了。说实话，就算用上最强的鼠标，还是容易被放狗阵容切烂。之前也给大家做了键盘鼠标的入坑，我觉得鼠标垫一定是我键盘鼠标之后桌面上最后一块拼图。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个3连关注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 Tedd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